干了这么多季中餐厅，我头一次看到赔钱。家人们，谁懂啊？中餐厅做了10季，居然第一次干到亏本了。一个字，绝！黄晓明看着账本当场愣住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他们的无力感。这剧情编剧都不敢这么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八姐，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聊聊综艺中餐厅。先说王俊凯，谁能想到8年前那个在厨房里被大家照顾的小孩，这一次回来已经做到了 COO 的位置。前面要盯营业流程，后面要协调团队配合，菜单成本、客人反馈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，他都得第一时间补上。备200斤大米，凌晨改菜单，反复调整经营方案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这一季很多观众看完之后发现，王俊凯真正花心思做事的部分反而没有完全成为正片重点。比如他研发的家乡创意菜折个鸡、12根辣子鸡，一开始因为菜单图片的问题影响了顾客第一印象，导致销量并不理想。后来还是尹浩宇帮忙宣传，这道菜才慢慢打开局面。再来说张亚琪，看起来很忙，但没有真正解决问题。让他做个菜单，他直接拿 AI 生成的图片打印粘贴，连白边都不裁，泰铢符号全写反，英文单词还能拼错。让他管账，直接把营业额当成纯利润报上去。我们现在的结余是64605块。漏算食材成本导致团队发了冤枉工资，直接让节目10季以来第一次干到亏本。除了管账翻车，张雅琪还有一个让人窒息的毛病，特别爱在大家聊天的时候强行教学。当时昆凌正跟大家有说有笑聊得开心，张雅琪突然隔着老远喊了一嗓子，非要教昆凌怎么扫码点单。昆凌本来还要做冰糖葫芦，根本不需要学这个，但张雅琪不管，直接坐过去开始培训。你们看昆凌的表情，全程礼貌微笑，但眼神里写满了我不想听。教完之后，昆凌转头立马问林大厨，你是不是福建人？话都不再停的直接无视。最让人窒息的是他的态度，上错菜了，第一反应不是跟客人道歉，而是反问王俊凯，那个确定是1号桌的吗？1号桌他们没有点排骨哎。王俊凯提醒他3次给客人补餐具。哎，你们怎么没给他们上盘子和碗呀？啊，马上，赶紧上盘子，菜都上了，赶紧。我问一下，你上盘子和碗呀 ？OK。嘴上答应马上，结果转头就去忙别的，最后还是王俊凯自己去补的。倒酒更是离谱，林大厨和同事提醒了800遍，别倒满。你在前厅可不能这么倒酒，对，我们会亏的。不好意思，哎呦，满了，再开一瓶。我们会亏的，你不能这么倒。雅琪，我这个再多一点点就 OK 了，就是1K 的量。他转头就给客人倒得满满当当。更离谱的是，采购的时候，55岁的戴军在前面提着袋子，他就在旁边跟着走，只负责付钱，连手都不伸一下。后来还把收银的 POS 机甩给根本不会用的金用家，自己跑去揽客。推桌子的时候差点撞到外国老太太，看的人血压飙升。其实张雅琪的问题前辈们早就看出来了，别老天天想着照镜子化妆，应该多自省吧。要做一个内外要统一的人，不要去做面上还可以的人，因为其实人情面没直接说破。印象最深的是瞿颖和他单独坐车那段，委婉的问：“你会做饭吗？”我只能做自己吃的饭，我不会，没有做过给客人就是可以卖的那种菜。瞿颖接着追问：“切菜啊啥的呢？”我以前以为我可以，没这样这下头没试过哈。哦，试了的，我们前2天都洗菜，那都搞了的。我就是最不喜欢洗菜、摘菜、洗碗。其实我最爱做饭了。的确，做一道菜出来前面有很多工序。但你如果没有人帮他洗菜，其实他俩更累了。那肯定是需要人的，真的。瞿颖听完只能无奈的叹了口气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前辈的无力感。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你是真听不懂还是装听不懂？看着他真的让人想起职场里那种事事有回应，件件没着落的同事，血压直接拉满。再看看人家袁一奇，这才是真正的人间清醒。同样是新来的，人家是怎么干的？行李都没放稳，直接冲进后厨切了一下午辣椒，手指都辣红了也没停。吃完饭别人都在休息，他直接问还有什么活我能干，然后跑去洗碗。说白了，同样是新人，差距根本不是能力，而是态度。一个是在找事做，一个是在被人催着做，一个是眼里有活的实干派，一个是看起来很忙的假努力。这对比也太惨烈了，难怪网友都说袁一奇才是中餐厅最需要的人。当然这季也不止张亚琪一个人翻车，姜岩的蛋糕事件也是让人看得血压飙升。
一开始姜研就清楚表明缺少烘焙工具和材料，原版蛋糕没办法完成。但张雅琪持续追问，希望能争取承接订单。我们可能大概可以成什么样子？我会跟他沟通一下。没有大概，我们什么都没有，咱啥东西都没有，怎么给人承诺呀？因为最后婚宴蛋糕的单子还是敲定下来，留给制作的时间十分紧张，再加上新烤箱不熟悉，后厨高温，烤出来的蛋糕胚直接塌陷，奶油很快融化。全队都在帮他救火，林大厨帮忙装饰，王俊凯负责安抚客人。失误发生后，他明显压力很大，但好在很快调整状态，把原本失败的蛋糕改成千层方案，至少没有让订单彻底翻车。最后必须夸一夸季梦佳，他最厉害的地方在于眼里有活，心里有数。昆凌刚来的时候有点局促，季梦佳主动拉他一起做糕点，瞬间化解尴尬。第一天在厨房，其实我有点不知道我该去哪个位置，我该怎么帮上大家。佳佳就把我拉到旁边说：“来，我们来做那个熊猫。”所以还觉得挺温暖的。林大厨忙不过来的时候，他默默去后厨帮忙切菜，他从不抢镜也不邀功，但镜头扫过的时候，他往往已经退到角落，安静地做着自己的事儿。最后咱们再聊聊林大厨。说实话，这季看下来最让人心疼的就是他。大家可能只看到了他出餐慢，但你们代入一下他的视角，真的会崩溃。他精心准备的海参和排骨，因为口味差异和用餐习惯并没有得到预期的反馈，这些细节林大厨全看在眼里。一边是上菜的压力，一边是对菜品质量的追求，他承受的是心理和身体的双重暴击。还好昆凌会安慰他，他们说都很好吃啊，还会给他捏手臂。王俊凯和黄晓明一直在旁边帮忙，新来的尹浩宇更是贴心，主动帮林大厨擦汗，跟客人聊天缓解气氛。看着林大厨从紧绷到慢慢放松，真的让人感受到。最后必须得聊聊咱们的店长黄晓明。说实话，看这一季节目，我最大的感慨就是小明哥真的变了。以前大家总调侃他是霸总，但这一季他完全变成了团队的职场老父亲。当林大厨因为菜品反馈焦虑时，他第一时间走过去拍肩安抚，主动帮林大厨过滤干扰。当团队因为连续翻车士气低落时，他没有一味指责，而是第一时间组织复盘。大家努力一点，脑筋多动一点啊！八爪鱼，好，你可能多一点爪子，好不好？当客人因为上菜慢抱怨时，他主动站出来挡在前面，把压力留给自己，把空间留给后厨。他主动把餐厅经营大权交到王俊凯手上，公开表示运营上听年轻人的，出了问题他愿意一起兜底，不再执着事事说了算，变成团队里稳定情绪对外兜底的大家长。这才是团队该有的样子。你们在职场里遇到过张雅琪这样的同事吗？评论区聊聊，别忘了点赞留言关注，我们下期见。